債券型 ETF 也可以定期定額。一直以來都有很多專家不斷強調股債平衡的重要性，但因為投資債券的難度較高，所以債券 ETF 就是相對比較方便的入手管道。你或許會好奇，究竟定期定額這類債券 ETF 是不是可行的方式？這一集我會用我自己的解讀，幫你針對債券 ETF 做最全面的介紹跟分析，也會分享究竟債券 ETF 到底適不適合定期定額。如果真的要投資的話，又該怎麼做比較好？如果還在猶豫要不要投資債券 ETF 的你，先把這集看完，你就會有更明確的答案咯。影片開始前，請先幫我點讚，然後訂閱我的頻道，然後再幫我按個推播，把影片推散出去，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，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。歡迎回來，我是 Al， 這裡每週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，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。那要投資債券 ETF 之前，總得先知道這類 ETF 是怎麼運作的。基本上多數的債券 ETF 都會以相關的債券類型作為 ETF 的組成之一。以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 TLT 來說，主要成分就是以所有美國政府發行的20年以上公債，然後依照各個債券的權重及價格來計算 ETF 應該有的價格。簡單來說，你就把它想成債券版的 VOO 或者0050，會隨着各檔債券的價格的變化，哪個債券權重最大，就會影響總體比較多，就這樣而已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這裡我所講的價格，指的是債券在次級市場上的交易價格，而不是計算出來的價格。沒錯，債券跟股票一樣，也是有交易市場的，只不過它不會出現在你的交易 APP 上，而是需要透過另外一個系統才能買到你要的債券，而且這得需要透過國外券商才能看得到，一般人很少會接觸到這塊。有機會的話，我會再分享這塊要怎麼交易。基本上，大部分的債券 ETF 都會是依照這樣的方式進行，有些會追蹤特定的指數，像是 TLT 就會追蹤一個叫 ICE US Treasury 20 Plus Year Bond Index 的指數，不過運作上都大同小異，這裡就不繼續說了。債券型 ETF 的種類雖然有點多，但其實也蠻好分的，可以依照發行者跟債券期間來分類。依照發行者分的話，主要就是公司債跟政府公債，而在這兩大類當中，又可以分成長天期、中天期跟短天期這三類，甚至跟不動產抵押貸款相關的類型都包含在這裡面。不過這裡我只會先針對比較常見的來說明。以政府公債來說，交易量比較大也比較熱門的，主要都在 iShares 發行的 ETF。除了像剛剛講的專攻20年以上的 TLT 之外，還有專攻10到20年的 TLH、7到10年的 IEF、3到7年的 IEI、1到3年的 SHY， 以及1年以內的 SHV。另外，先鋒基金也針對長、中、短天期債分別發行的 VGLT、VGIT 跟 VGSH 這三檔 ETF， 也都是目前市場交易比較活躍的標的。如果覺得記長中短天期太麻煩的話，其實還有 GOVT 可以選擇，就把所有政府發行的公債一次全部包進來，你就想成是債券版的 VTI 就好。VTI 是美國總體市場，而 GOVT 就是美國所有公債。如果是公司債的話，市場交易比較熱門的 ETF 主要是先鋒基金發行的 ETF， 同樣依照長中短天期分為 VCLT、VCIT 跟 VCSH 這三檔標的。最後還有一種是總體類的，也就是不區分是公司債還是公債，只要是債券就全部包進來。比較常見的有 BND 跟 IUSB， 還有分長中短天期的 BLV、BIV 跟 VSB。講這麼多，你可能已經搞得頭昏眼花了，所以這裡我就整理成一張表格，你可以按下暫停，仔細好好研究。
那麼投資債券型 ETF 有什麼好處？債券 ETF 的價格跟利率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，而且到期天數越長，也就是像10年、20年以上這種債券，受到利率的影響會更大。所以就理論來說，在降息期間，價格就會逐漸提高，尤其長天期債券的價格又會比短天期漲得還要更快。這也是這一陣子倡導投資長天期債券的人主打的特點之一。再來，因為債券給的利息是固定的，而且越長天期的給的利率就會相對更多，這點也吸引到很多想要靠利息來過生活的族群。在目前美國利率仍然相對高的狀況下，給到的利息也差不多在 4% 上下，雖然跟高股息 ETF 相比還是有段落差，不過表現也算不錯了。當然，投資這類型 ETF 也是有壞處需要你去注意的。首先，債券價格雖然會依照理論上的方向走，但不要忘了，債券是可以交易，也是有價格的。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，債券 ETF 的價格波動會依照每檔債券價格的變化而有所更動。也就是說，利率降下來，你可能以為價格就會上漲，但受到債券市場的需求影響，可能價格就還是停留在那邊，連帶的影響到 ETF 的價格。而且不要忘了， ETF 也是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，而且交易速度還比債券本身更快。如果市場上有極大需求，像是前一陣子貿易戰又再起，大家對於風險的意識提升，對於債券或者這類 ETF， 為了要避險，需求就會上升，因此債券價格可能只有漲一點，大概 0.5% 左右，但在 ETF 的部分可能就會漲個 1% 到 2%， 遠遠偏離 ETF 原本應該有的價格，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。再來，就算是想要靠領息過活，跟前面講到的一樣，也還是必須考慮到稅負的問題。雖然美國對於政府債券的領息可以免繳所得稅，但這只局限於直接投資美國公債本體。如果是透過 ETF 來投資，因為股息的來源是基金公司，而不是美國政府，因此仍然在課稅範圍之內。像我們在台灣的投資人，就一樣得要扣掉 30% 的稅，在台灣也一樣要申報所得稅。這塊是我目前的理解，如果這邊解釋有誤的話，就再麻煩提出指教哦。那麼重點來了，債券型 ETF 適合定期定額嗎？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建議。最大的原因也還是得要回到剛剛提到的市場交易問題。既然債券跟 ETF 都能在交易市場自由買賣，那麼價格變動就一定會受到市場需求的影響。也就是說，不管市場情緒的變化，還是因為避險所買進的需求，都會大幅影響 ETF 的價格。這點就跟一般的股票還有 ETF 沒什麼兩樣。所以當市場對於債券 ETF 或是債券本身的需求明顯增高，甚至需求大幅降低時，在價格反應上就容易跟這些情緒掛鈎，而不是依據債券裡的價格的變動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當大家對於避險的情緒上升時，就會逐漸增加需求，讓這兩個標的的價格水漲船高，大幅脫離 ETF 或債券應有的價格。而且這類型的價格波動，長天期公債的波動又會比短天期還要更劇烈，還沒避到險，已經先虧到錢了。如果你又是跟我一樣注重投資效率的話，那麼定期定額這類 ETF 絕對不是一個好的選項，因為這類 ETF 的表現就長期來看，績效就明顯輸給 VOO 這類大盤指數型 ETF， 而且差距還不是普通的大，至少有 10% 左右。但如果你是想說買來穩穩放配息，其實我也不太建議。目前這類 ETF 的殖利率普遍都在 4% 到 5% 左右，看起來還 OK， 但別忘了你還要考慮到剛剛提到的稅負問題。去除掉稅負的考慮後，就只剩下 2% 到 3% 左右，這樣還不如投資0056或00878還比較快，也不會扣到那麼多的稅。雖然我個人原則上是不太建議，但如果你是平時就注重股債平衡，想要穩定資產波動，
穩定一下自己的心情。老實說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怎麼做，接下來就會講到了。這樣看來，債券 ETF 我個人是不太建議定期定額，但就代表它不能投資了嗎？其實不是這樣，因為我覺得這類 ETF 有更好的投資方式，那就是一次性買入。當你資產成長到一定規模，比如可能幾千萬甚至上億，這個時候你會開始考慮資產分配，把一部分的錢挪到比較安全的資產，比如說現金，或者是現在正在討論的債券，讓這部分的錢可以不用受到那麼大的波動。這個時候，你可以一次性買入債券型 ETF， 尤其是短天期的 ETF， 因為波動真的很低。以 SHV 來說，它長期就只會在108到111美元之間徘徊，上下波動不到 1%， 甚至它的殖利率目前也在 4% 左右，扣完稅大概是 2% 多一點。對於想要求保本又想賺比銀行定存多一點利息的時候，這類短天期公債 ETF 就會是非常好的選擇。而像前面說的，真的就是想要定期定額它的話，我也強烈推薦選 SHB 這類短天期公債 ETF。當然，我還是比較建議直接買債券本人會比較安全，至少你一定會連本帶利收到錢，而且又不用繳稅。但這點我想之後再談會比較好，畢竟要在台灣買，難度確實有點高。如果你看到這裡覺得很有用的話，就請你簡單幫我留言有用，這樣我就知道真的有幫到你哦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，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，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，讓更多人一起賺錢。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，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每個星期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，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。我是 Al，那我們下期見。